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牽手莫文蔚太像老電影了，年齡差卻意外不尷尬，引發全網熱議。肖戰與莫文蔚牽手鏡頭引發討論，觀眾如何看待年齡差、角色設定與熒幕呈現？圍繞肖戰與莫文蔚在一部內於電視劇中的牽手鏡頭，社交平台上出現了大量討論。討論點集中在畫面是否自然、年齡差是否會影響觀感、角色關係如何被鏡頭語言塑造等。此類現象並不罕見，當作品在人物關係、鏡頭節奏與演員氣質的匹配度上形成明顯張力，觀眾就更容易在同一段片段上達成高度的可見共識，並在評論區形成擴散。從傳播視角看，牽手本身屬於低信息量但高情緒密度的動作類型，動作幅度相對有限，觀眾主要依賴表情細節、手部接觸的時序以及兩人之間的停頓來判斷親密程度。影視制作通常會用等待、靠近接觸的節奏設計來讓觀眾補全情緒邏輯。演員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的身體控制能力、鏡頭前的視線協調，以及動作發生前的微停頓，都會被放大解讀。對普通觀眾而言，這種解讀未必需要明確台詞來支撐。一段短視頻片段在移動端傳播時，觀眾注意力也更傾向於停留在可重複觀看的細節上。年齡差也是討論的重要觸發器。肖戰與莫文蔚的年齡差被頻繁提及，原因在於年齡差會改變觀眾對親密關係可接受邊界的判斷框架。社交平台上常見的爭論路徑是，一部分人認為年齡差會帶來距離感，另一部分人認為是否和諧取決於表演與角色設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真實年齡與角色關係在敘事裡並不必然綁定。影視作品的有效性更多取決於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一致性，例如溝通方式、生活節奏以及彼此互動的社會關係邏輯。觀眾在觀看時會把演員身份與角色身份做分離處理。當兩者的呈現方式足夠統一時，年齡差就可能不再是主要障礙。將該討論放在更大的內容生產邏輯中，可以看到影視行業對 CP 感的強調一直存在，但 CP 並非單一變量。視覺研究與媒介研究領域常用的框架認為，觀眾的情感判斷通常受制於3類因素：敘事情境、人物氣質以及鏡頭組織方式。敘事情境決定觀眾相信他們為什麼靠近，人物氣質決定觀眾相信他們是不是配。鏡頭組織方式決定觀眾能不能捕捉到靠近的細節。以牽手鏡頭為例，如果劇情把角色關係寫得足夠清楚，即便年齡差明顯，觀眾仍會把牽手視作情節推進的一部分。若劇情留白或信息不足，觀眾會更依賴演員之間的可感互動，從而把停頓和眼神當成主要證據來源。也有討論將兩人的互動理解為老電影式的對視，這類說法反映出觀眾對影視風格的經驗積累。更偏客製的表演往往讓情緒表達從大幅度動作轉向細節控制，包含呼吸、眼神停留長度與表情微變。對於鏡頭語言而言，這意味着剪輯節奏可能更貼近角色心理變化，而非單純放大浪漫化的肢體表達。觀眾若習慣於將這種客製視為可信情感，就更容易在牽手這種動作上完成情緒歸因。從信息可靠性角度，片段討論也容易出現以訛傳訛的情況，例如將角色關係直接推斷為某種家庭結構。此類推斷的成立與否，應以劇集正片、人物關係設定或官方劇作信息為準。與片場花絮幕後採訪相關的內容，同樣要區分信息來源。花絮可以提供拍攝狀態與合作溝通線索，但不自動等同於劇中角色設定。對觀眾而言，最穩妥的判斷路徑是回到正片敘事。
如果劇集通過對白或劇情交代明確了人物關係，那麼關於角色關係的合理性的討論就能被事實錨定。如果沒有明確交代，評論區的解釋就應被視為觀點而非證據。此外，關於內娛電視劇畫面未來難以復現的說法屬於傳播修辭，缺少可核驗的行業數據支撐。更具可驗證意義的是觀察製作端是否在燈光、構圖、鏡頭運動與表演節奏上形成一致的審美策略。以舞台燈光與攝影曝光為例，畫面質感通常與色彩管理、皮膚高光控制、景深設置等參數相關，但這些技術細節是否對該鏡頭起到決定作用，仍需要製作團隊的公開資料或影像技術分析來支撐。在缺少可核驗材料時，將討論導向可觀察要素，比導向結論性判斷更有助於理性對話。如果把這次討論視作一種觀眾審美協商，它反映的不僅是 CP 是否好磕，更是觀眾如何在短視頻傳播語境下建立判斷依據。相對克制的情緒表達、動作細節的時序控制、角色關係在敘事中的合理安放，以及演員氣質在鏡頭前的匹配度，都會共同影響觀感。年齡差作為可見變量，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觀眾的討論動機，但當作品通過敘事與鏡頭語言建立起一致的情緒邏輯時，年齡差不一定會主導最終評價。